菲菲，他们不在啊？他们不在？是不是酒店没有那些用品了？他们自己买去了。现在偷情的人就喜欢玩点新鲜刺激的，你就等一会吧。好吧。真恶心，这回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。酒壮怂人胆，杨柳青，我不相信你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弃我。好困啊！这个酒店安全吗？总裁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好。这不就是我在街上见过的那个美女吗？真是火辣的迫不及待呀！那就别怪我啦。真美！难道我1万年的童子身今天要失胜于她？那我不是太低俗了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哥，你醒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个房间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该做的我都做了。你混蛋，无耻！什么？你敢打我？钱你不想要了？神经病！你滚开！真有意思，给钱都不要。我好歹是个财神，还是第一次吧。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杨柳青，苏明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杨柳青，我问你，今天你们开的是几号房？苏明，我快说203。该做的我都做了。882，我记得是883。杨柳青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1个多月了吧？苏明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杨柳青，我们分手吧，祝你幸福。滚，别碰我，因为你很脏。你在这也是跟别人偷情的吧？走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遇上这么一个渣男，还碰到了那个不要脸的男人，他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怎么想通了？来要钱了？对，我想通了，来要钱了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10万还是20万？200万。好吧，好吧，卡号。不，就200块。你把我的衣服撕破了，你要赔我。不是吧？你脑子有病吧？200万你都不要？我只要200。对，这是1万。我说了，我只要200。随便。哎，把手机给我。干什么？我让你给我就给我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谁要给你这个禽兽打电话？随便你。喂，总裁。你给我找了什么女人啊？总裁，我之前跟你说呢，可之前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卢小姐出车祸了，来不了了。那和我睡觉的这个女人是谁啊？跟你睡觉？不可能啊！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。卢小姐出车祸了，来不了了。我正打算再给你找一个相亲对象呢。你确定卢小姐没进过这个房间，没来过这里？我确定，卢小姐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刚下去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女孩，你给我查一下，我要她的全部资料。好的，总裁。都怪这个男人，夺走了我的一切，还撕烂了我的衣服。妈，还知道回来？那时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，可是妈，你让我给那个王老板当姐夫，我做不到，做不到也要做。明天乖乖的跟那个
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让我摊上了。喂，王总啊，我女儿在盛世图华等你呢，你快点过去啊！好的，谢谢阿姨，钱马上给你打过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就是苏美英吧？啊，是的，你好，王总。我们还是先用餐吧。美英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都无所谓。那就随便喽。我都感觉你好好吃啊。王总，别这样。对对对，我们呢有的是时间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总裁，这是那个小姐的全部资料。苏美英22岁，父亲5年因病去世，随继母长大，继母对她非打即骂。不对呀，他今天去了盛世图华呀。总裁，盛世图华那可是风月场所啊。这才1天啊，要是为了钱，他昨天应该问我要啊。走，去看看。苏美英，你看这饭也吃完了，要不我们上楼耍一耍？王总，你别这样。美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跟我抢女人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就你也配跟我抢女人？那你说说，怎么样才配合你抢女人？我估计我这一瓶酒都够你1年工资了吧？就你这个红酒啊，我家狗都不喝。别说这红酒，就说那90年代的罗曼迪康帝，我家也有300件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送你。吹牛谁不会？我就不相信你比我有钱。那我再看看你是谁了。你听好了，我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叫王平博，听过吗你？王氏集团董事长是吧？给你1天时间，赶紧收拾收拾，给我滚蛋！我派人收购你。你究竟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们都管我叫赵公明。什么？赵总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放我一马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赵总放我一马。你觉得呢？放了他吧。谢谢大姐。李飞，给他点50份牛排，要看他吃完。好的，哥。哦，对了，再给他买10盒牙膏，他们嘴巴很不干净。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。你就这样处理？说吧。说什么？说你来盛世图华干什么？刚刚那个男人是谁？还有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？说给我说清楚。我跟那个男的在干什么，不用你管了。至于在酒店，你占我便宜不说，还反过来找我，反正都过去了，你就当这是个失误吧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就把那些事儿忘了吧，就当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也没有去过那个酒店，没有去错房间，也没有上错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原来你是进错了房间。既然你上了我的床，那就是我的女人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我说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今天呢，谢谢你帮我解围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不能走！我这辈子都没被女人打过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得陪我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。我说送就送。看我干什么？你的样子好可怕。或许我长得比较邪恶。你的确很邪恶。对了，你来盛世图华干什么？这可是个风月场所啊。我妈逼我来的。你妈逼你来的？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为了钱，逼我跟别人当情妇。走吧，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家。真不用，我自己能回去。我叫赵公明，你可以这么叫我。我说送就送。我跟你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对呀，
你跟我非亲非故的，那我为什么要送你啊？下车，现在。你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禽兽，流氓！妈，我回来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妈呢？你妈呢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她拿了我的钱跑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她怎么会拿你的钱？今天中午她打电话给我，说你愿意做我的情人，让我打400万过去。这是发票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她跑了，你得还我这个钱。我上哪去弄那么多钱给你？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。赵公明已经把我的公司收购了，我还指望着这400万活着呢。姑奶奶，我跟你耗不起，我求求你赶紧把钱还给我。你认识赵公明，我不敢碰你。我给你2天时间，如果你不把钱还给我，我就告你诈骗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我上哪去找这400万啊？杨柳金。喂，苏明，杨柳金，你没换手机号啊？我没想到你还会打电话给我。你现在忙吗？不忙。那我们老地方见面说吧。好。苏明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杨柳金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拿着别人400万跑了，现在人家我来还。什么？不会吧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？柳金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借我一点钱？你知道的，我跟他谈恋爱没多久，他没给我多少钱啊。连你也不帮我。走吧，别喝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以为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。放开他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我是他前男友。哦，那就对了，我是他现男友。不可能，苏明谈恋爱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难道我们谈恋爱还要向你汇报吗？走，我们回家。你们不许走！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让你这辈子说不了话。不能喝，还能喝这么多。哟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杨柳金呢？杨柳金，你说刚刚那个男的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又没招惹你，你干嘛老是阴魂不散的跟着我？我问你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跟那个男人出去干什么？我跟他干什么？要你管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地方归谁管。我只想做你的。我知道你在怪我，我就是太想得到你。从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忘不了你。不管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都无所谓。做我的情人如何？他跑了，你得还我这个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么爽快？既然做你的情人，那报酬多少？你需要多少，我就给多少。400万，我要400万。好，一会儿我打你卡上。期限多久？什么期限？既然是做你的情人，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你的情人吧？那就3个月。
这可是你说的。这3个月，你不许跟任何男人有关系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美英。苏美英，好名字。对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家？回家干什么呀？回家收拾东西啊。行，一会儿我让李飞来接你。奇怪的女人。喂，你来了。苏小姐，到家了，是这里吗？王总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？英姐，你是要还钱吗？所以就赶紧过来啦。这张卡里的是400万，你拿着。谢谢英姐，那我先走了。李飞，走吧。李小姐，其实你挺厉害。我怎么厉害？我哥有一栋别墅，一共住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她。她是谁？她是我哥的前女友啊。那她一定很漂亮吧？她是我哥最喜欢的女人，但是她把我哥伤得很深，之后我再也没有带过人来过这里了。哦，李飞，谢谢你跟我说那么多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吱声就可以了。李飞，公民呢？我哥啊，他很少来这里。这样也挺好，反正3个月以后就自由了。那行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哎，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地方归谁管。我怎么会想起他呢？睡下去。你下次睡觉动作能不能小点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不回来住吗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啊？再说了，我花了400万，还不能回来看看吗？那我岂不成了败家子？你回不回来都像败家子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今天公司还有会，就不陪你了。那我就先撤了啊。李飞，你能不能帮我找工作？找工作？我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吧，我要赚钱养活自己。别闹了，你跟着我哥还缺钱吗？靠谁不如靠自己，你就说帮不帮嘛。那行吧，我帮你问问。李飞，我先走了。李飞，谢谢你。进来。哥，英姐说要找工作。什么？找工作？她很缺钱吗？我刚给了她400万。我来之前，怕人调查过她的账户，她卡里根本没钱。没钱？那他把钱花到哪里去了？我怕人查过她的消费记录，最多没有超过200的，只有今天超过一个500的。最近我们发现，她的母亲频繁出现各大商场，每次消费都在5位数以上。还有，据我们了解，苏美英母亲以400万为由，逼着苏美英给别人做情妇。哦，还有这事，那不是没成功吗？你说那个王平博？你听好了，我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叫王平博，听过吗？那时候别人让他还债，母亲拿着钱就跑。还有，你给他卡里的那些钱，全部转到了王氏集团的名下。所以你这么说，
他是在给他母亲还债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哥啊，看得出来你对她的感觉不一样，她是个好女孩。或许吧，或许她真的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你需要多少，我就给多少。400万，我要400万。李飞，把下午的会退了。哥，下午那个会很重要。现在不重要了。喂，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你怎么这么快回来？你不是要开会吗？开完了。看，我今天出门给你买的衣服，花了我500多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你还债的事情。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能给我这么多钱。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你看一下合不合身？不用试，只要是你买的都合身。你还会给我买衣服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？怎么？爱上我的感觉很可怕。那你会喜欢我吗？你也不会喜欢我，你管我喜不喜欢你啊？反正我们就是一纸合约，等期限一到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不允许你离开我，你是我的，永远都是。如果这3个月你让我爱上你，我就娶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这3个月你要是让我爱上你，我就娶你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是像跟你开玩笑的吗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。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个人能走进我的心，你是第一个。那我是应该感到庆幸呢，还是悲哀呢？那要看你怎么选择了。像你这么花心的男人，谁会嫁给你啊？那我说，我一定要娶你的，答应我。走，我带你去逛街。哎，不用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你穿成这样，出去会给我丢人的。做我的女人，不可能连个像样的配饰都没有。你看，我有这个。把你这些东西都扔掉吧，走。第一次见面你的开场白，没有彩排感觉意外。哎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眼神在交换，我世界按部就班的状态。这个好看。哇，这个钻戒好大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啊，喜欢。哦，不喜欢。那就它吧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这个钻戒100多万。对。什么？100多万？哦，我不要了，我看看就行。喜欢我就买，现在你是我的女人，在你身上花多少钱，我都觉得值得。包起来吧。这位小姐，你真幸福啊，有这么好的男朋友。你搞错了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们只是什么？难道你要在这里说你不是我女朋友？难道你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情人？反正我不介意，看你咯。啊，你小姐，你男朋友对你多好呀，祝你们幸福。做不到也要做，明天乖乖的跟那个王老板好好吃饭。怎么？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起了我的继母，把我害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好了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有我在。公明，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为什么他们都要这样对我？记住，在我的眼里，我是你的吗？你是我的，现在也是，以后也是。那你也会是我的吗？如果可以，我就是你的。真的吗？我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东西，
不用跟任何人分享的东西。如果你愿意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不，我没有。我是不是很傻？我继母拿着骗我的钱去消费，而我就要跟她还债。不，我的女人一点都不傻，只是太善良了。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去哪儿都行。我不想在这个地方了。好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不吃了。不吃饭会恶化身体的。你记住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吃饭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还有人会在乎你的。有人在乎吗？我以为他会要我，可是他却为了钱抛弃我。苏美仪，你就当为了我，你也要坚强一点。好了，别不开心。我似乎爱上了这个女孩。看，我今天出门给你买的衣服，花了我500多呢。哇，这个钻戒好大啊！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啊，喜欢。不喜欢。好了，去休息吧，别不开心了。路縱崎嶇，亦不怕受磨練。一生中苦快樂也體驗。这条街你喜欢吗？哇，这个小岛街好漂亮啊！你喜欢，我就把它买下来，改成中华街，送给你。今天想要什么，随便挑，我都给你买。哎，我要这个。跟女人逛街实在太累了啊！还在玩手机啊？你现在在这坐着，等我去拿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会你就知道了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快看，好看吗？哇，好漂亮的小财神！喜欢吗？答应我，做我一辈子的女人好吗？这辈子都别离开我。可是我们的合约还有10天就到期了。那请问苏小姐还要不要续约了？那这回我可要涨价了。这回我要续一辈子。苏美仪，做我的女人好吗？来，快试试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喂，总裁，婷姐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她一直在办公室等你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怎么了？公司出点事，我先处理一下。那你早去早回。好。刘爱婷，你不该回来，就算回来，也不该是现在。公明，我回来了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真的把给忘了吗？我从来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又何尝忘记了？看来你还在记恨我，就因为3年前我离开了你。刘爱婷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让一个男人等你3年，太长了，我等不了。还是你自认为清高，以为我会等你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会忘了我。你听清楚，没有哪个男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恨我。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刘小姐，这不是在以前，是在现在，我也有女朋友。你真的坏了吗？我看得出来你并不是真的爱他，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接了我电话马上出来见我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特意过来见你的呢？我以为我回来你就会原谅我，当年是我太自私了，我后悔了整整3年。公明，公明，我还爱着你。我说过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，你别这样。我不放开。如果你不要我，我会心碎的。
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原谅我好吗？你是美英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。可是她是除了你以外，我第二个想接触的女人。我们当初选择了两条路，就这样吧，放手吧。不，这一次我回来就没准备放手。曾经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。你不是说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那我就跟她公平竞争。我爱了5年的女人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喂，美英，你在哪里啊？好长时间都没见你了。我在家呀。那你出来玩啊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好啊。哎，美英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这不是收拾一下吗？哎，对了，赵国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美英，你知道吗？赵公明前对象回来了，就是他一直深爱的那个女人刘爱婷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今天上午的事情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刘爱婷在赵公明的办公室都谈了半个小时，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不说他了，我们说别的事儿吧。我回来了。吃东西了没有？你今天有点反常啊。我都知道了，他回来了。你是因为他回来了，你才不高兴，对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如果我难过，你会怎么样？苏美英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忘记他。我想试着忘记他。我说过我可以接受你，我给你所有的承诺，可是我看到他之后全都崩溃了。你这是在给我忏悔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，那为什么当初又要给我希望呢？如果当初是一纸合约的话，那我10天后自然会离开你。为什么非要等我爱上你以后才跟我说这些？苏美英，对不起，是我伤害了你。赵公明，你告诉我，在你的心里，我跟他谁重要？苏美英，你别问了。难道我在你心里就一点位置都没有吗？苏美英，听我说。我累了，你出去吧。苏美英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赵公明，还有9天，我们的合同就到期了。期限多久？什么期限？做你的情人，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你的情人吧？那就3个月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知道是你买来的女人，我没有资格爱你。你走吧。我都已经接受苏美英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打扰我的生活？我不会怀孕了吧？可千万不能怀孕啊！喂，菲菲，美英，你怎么了？你能不能给我送一支验孕棒？我感觉我怀孕了。不会吧，我直接去。美英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2天一直想吐。那你赶紧试一下吧。菲菲，我怀孕了。啊，你真的怀孕了？赵国明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我没有告诉他。你傻呀？你怎么能让自己怀孕呢？菲菲，我该怎么办？他不会要这个孩子的，他不喜欢我。不会吧？菲菲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美英，你告诉赵国明你喜欢他了吗？
没准他还能给你一个身份呢。他爱了5年的前女友回来了，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？他不爱我，他不会要这个孩子的。美英，我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如果确定是真的怀孕的话，我们就告诉赵公明，毕竟这是你跟他2个人的孩子。菲菲，我好害怕。没事。要不我们找赵公明说说看，看怎么办。走。公明，你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刘爱婷，我来就想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。我希望我们彼此都能把对方忘了。我说过我可以公平竞争的吧？别闹了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看我又说这些没用的。生日快乐哦！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以前你很少过这种平淡的生日，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心意。爱婷，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？就算所有人会忘，我也不会忘。公明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不管以后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能够接受我最诚恳的道歉。爱婷，谢谢你今天给我过生日。来，我们喝酒，干杯！公明，我说过，你是我的人，任何人都抢不走。别怪我，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公明，别怪我，我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昨天你喝多了，你忘记了？我说送你回家，你说不让送。爱婷，我没有干什么吧？这你都看到了，我哪好意思开口啊？我昨天喝多了，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干杯！你昨晚去哪了？为什么没有回家？我昨天晚上太忙了，在公司睡了。赵公明，我们谈谈吧。说吧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女人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会要吗？那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，我去找她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赵公明，我怎么会怀你的孩子呢？既然你有爱的人，那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我们的合同还几天就要结束了，你自由了。我懂了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祝你幸福。苏梅英，我忘不了她。那你就把我忘了吧，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我累了。喂，菲菲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孩子打掉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这个地方归谁管。你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。
快看，好看吗？哇，好漂亮的小财神！喜欢吗？答应我，做我一辈子的女人好吗？这辈子都别离开我，好吗？乌云还挺大胆，云在头上吹不散，抓在手里捏成。美叶，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啊？你直接跟赵公明说，这可是你跟他的孩子呀！你怎么那么傻了？你可以用这个孩子跟赵公明谈啊，让他回到你身边。原来是这样，孩子是我的，我还以为他只是……苏莹，不要离开我！我知道孩子是我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赵公明，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如果你选择我，那他呢？你怎么处理？苏美莹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好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跟他彻底了断。好，我会的。赵东明，你等着吧，你一定会重新回到我身边的。哼，好你个钉子户，没良心的东西！人家刚从国外回来，你就又欠了个情人。婷婷，我是侵略了他，可是我还没伤过他，我是让他帮我去对付赵公明。真的？是啊，可是他爱上了赵公明，不听我话去害他，你不会也爱上他吧？我怎么会呢？丁总，刘爱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？你跟丁总签了情人合同，又跟赵公明签约，哼，你个小贱人！赵公明是不会爱上你的。不会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合同是他和我继母逼着我签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合同已经签了，你得听我的。我不会听你的，这次我来就是恳求你作废的，放过我吧。那你给我好好玩玩，我就放过你。是啊，舒美英，你就让丁总去火，我就放过你喽。不行，我不会做对不起公明的事儿。婷婷，不要，你们俩出手！还敢骂？丁总，快点！不要！苏明，别哭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公明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不想害你的，是他逼着我妈和我去害你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好你个钉子户，你简直不是人，有本事你冲我来啊！我知道我斗不过你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我认栽了。好在你有自知之明，以前的事我没有跟你计较，这次你回来求我和你重新开始，我考虑得很清楚，我爱的人是苏美英，本来我们2个人还可以做朋友，没想到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。公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还是一直爱着你的。没必要解释了，这是我犯你的阴谋，你和他一起滚吧。走吧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到欺负了。快来救救我！提防 KTV 888。顾总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欠我500万，就像我这样吧？哪里是500万？我明明欠了你20万呀！那是10天前的，这么久了，我不用利息的吗？这么高的利
呀？我给你机会了，当初让你介绍你女儿给我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只在你手机上看到她他妈耍我。你让我打电话，我已经打给他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啊！毕竟我只是他的继母啊。如果他没来的话，我看你这老少妇还有点姿色。要不你去给我手下泄泄火？顾总，那样你就可以放过我吗500万，就想我这么放过？想得美！在我舞厅做10年的他，这样我就放过他。顾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放过我吧！美英，你终于来了呀！这个男的是谁呀？妈，这是我的男朋友赵公明。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顾总啊，特别有实力啊，这城里啊10大歌城啊都是他开的。你不会又想把我介绍给顾总吧？赶紧把你女儿给我带上，把那小子给我轰出去！你小子有点本事，你是谁？我是天池集团赵公明。啊？你今天是在找死？大哥，饶了我吧！苏美姨妈的欠条呢？这个卡里是20万，拿着吧。不要了，叫你拿着就拿着，赶紧滚！赵总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我女儿跟了你没有错，我这个做丈母娘的，是不是以后可以享福了？你虽然是苏美英的继母，只要你不再使坏，我和美英都会对你好的。妈，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再赌博了，我跟公明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美英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以后再也不赌了，以后也会对你们好的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总裁，苏荣找到你了。你这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这说吧，没外人。家族大人在古董店，应该是有重要事情，叫你马上去见他。美英，你跟伯母先回家。走，我们去公司。丁总，你就这么点本事？胆小鬼！婷婷，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还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这个气你受得了？老娘我可受不了。婷婷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请国际杀手来干掉赵公明。真的？那就把苏美英也一起干掉，我才甘心。好，我一切听你的。放心，他们死定了。美英，妈有你这样的女儿呀，感到很欣慰。以前是妈不对，做了好多错事，你会不会还生妈的气呀？妈，我亲妈走得早，是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抚养长大的。以前啊，你是很迁就我的，但是自从你染上了赌博后，就变了个人似的。是，妈知道错了，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机会，让妈终于把这个赌戒掉了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妈，我原谅你了，以后我们会幸福的生活的。谢谢你。还有啊，就是我感觉那个赵总啊，他很喜欢你，我也真心的祝福你，希望你和他能够在一起幸福的生活。公明，我爱他，我会珍惜他的，妈，你放心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公明，我刚从拉斯维加回来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妈把拉斯维加所有的赌场都买下来了，她希望你去那边管理。爸，我这里的事情没处理好。你的事情，李飞都告诉我了，你就带着美英到拉斯维加，就在那里举办婚礼吧。啊，谢谢你，我马上给苏美英打电话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。赶紧打吧，让她过来。我也好想见一下这未来的媳妇。公明，是美英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伯母，你现在在哪个位置？我马上赶过去。
我现在在东风大道啊！哦，苏美英被人绑架了，我现在要赶过去。那你赶快去救人吧，让李飞陪你一起去。李飞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苏美英被绑架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苏美英平时也没有得罪过谁啊。那我想想，是谁绑架了她？这是苏美英的手机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李飞，帮我查出刘爱婷的具体位置。他在向南东郊250米处。走。舒美英，今天你是活不了了。你这样对我，公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放过我，我才不稀罕。我得不到东西，一定要统统毁灭。你太自私了，怪不得当初公民不会选择你。闭嘴！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的出现，他会不选择我吗？就算不是因为我的出现，他也一定不会选择你。我叫你闭嘴！给我打死他！慢！我现在不会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去，我要让你的赵公明看到你是怎么被折磨的。你太狠毒了！说我狠毒，你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以前是你不懂得珍惜，现在是你一厢情愿，你活该。这一切都是你们造成的。赵公明来了，我要让你们一起死！住手！我要救你了！站住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李爱婷，你赶紧放下美英，今天我就不与你计较了。跟我计较？我当初那么爱你，你竟然这么狠心的对我！我专门从国外回来，就想跟你重新在一起，你居然爱上这个穷鬼妹！你当初去国外干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和丁子富鬼混在一起。你们想找国外的势力来对付我的家族，你还好意思说爱我，和我在一起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那就让你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去吧！给我打死他！一须换位。总裁，这些人如何处置？把他送到隔壁摊，种地悔过吧。那你受惊了，走，我带你去酒店见我父亲。赵公明，今天你们想走，怕是走不了了。今天你们想走，怕是走不了了。我要你们统统死在这里！就凭你，也想要我的命？也不看看今天我带了谁来？一群废物而已。我告诉你，赵公明，这2位可是我从泰国请来的超级高手，上猫上狗。哦，就是小猫小狗，不过我都会让他们成为死猫死狗。你太自大了，谁生谁死都还不知道。富哥，一定要给我出去，杀死他们！你放心，他们死定了。你们看，警察，让我吃饭了吧？不用了，你帮我照好你。别小心机！哇，没想到你的功夫这么厉害。美英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第2代小神爷，干击天下，无人能敌。小心！苏美英，苏美英，公明，李飞，我没事。一须换位，你找死！赵公明，对不起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我已经失去你了。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我岂能放过你们？求求你了，就留我们一条活命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算了，死去以后的人过去难逃，就留你们一条狗吃，好自为之吧。李飞，把儿子送到隔壁摊，种地悔过吧。好的，总裁。我们赶紧去医院。走。爸，今天苏美英出院了，我现在准备去接她。赵公明，苏美英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以后要好好对人家。我会的，我是真心爱她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去接她了。哎，美英，
你怎么出院了？我的身体已经痊愈了，而且我觉得伯父需要你陪，所以就让李飞来接我了。玉梅，快来见见我爸。这是我爸。伯父你好。怎么还叫伯父呢？要叫爸爸了。爸。总裁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快说。总裁，家主大人，赵氏集团所有的产业被查封了。啊！李飞，你赶紧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谁举报家主贩卖华夏古董，现在审核局正在缉拿家主。爸，你醒醒啊！爸，你醒醒啊！那些古董都是我们赵家4代祖传下来的。爸，那你有卖过给谁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卖掉祖辈留下来的古董啊？那肯定是有人想害我们。不用，我没事。害我们家的人是谁呢？李飞，那我们赵家其他产业被查封是怎么回事？总裁，一股暗中势力正在打压我们赵氏集团的股票，我想也是这股势力买通了神盾局来加害我们。那我们赵家不是要破产？是的。是谁害我们赵家几十年打下来的产业，就这样完了？爸，您别难过，我一定会查出来到底是谁在害我们赵家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小飞，陪我去神盾局自首。爸，您又没有犯罪，去自首干嘛？您不能去啊！我一定要去讨个说法，你们不要管我，你跟小新多注意安全。爸，公民，你爸都进神盾局1天了，真让人担心。美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尽快把爸给救出来的。怎么救？我有办法的，你相信我，会好起来的。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相信啊？梅姨说的对，赵公明，现在你们赵家已经都破产了，你还想救你爸？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听说赵家破产了吗？这不是担心你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菲菲，我知道你是莹莹最好的闺蜜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赵公明，你就放下你男人的傲慢吧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什么情况？我当然知道，所以要让美英相信我的能力。我不但能救出我爸，还能让美英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赵公明，你是不是被这突然来的打击给憋傻了？你现在是个穷光蛋了。菲菲，你不要这样说公明，他内心是很痛苦的。美英，赵公明现在都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护着他？菲菲，我爱公明，无论他贫穷还是富贵，我都会陪着他的。美英，我也是真心爱你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我真服了你们俩了。让我想想办法，找哪个老板帮帮你们吧。美英，菲菲，你们看，哇，财神爷！这下你们相信我的能力了吧？哇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爸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美英，这不是做梦，我就是财神爷。那赵公明？赵公明也是我，我是来人间下凡体验生活，没想到遇上了你，爱上了你。也许是我们的缘分，也是我那男闺蜜月老牵的线吧。那我不是成了神仙的老婆？天哪！哎，你不是变戏法逗我开心的吧？不是变戏法，我真的是财神爷。你是财神爷，那你就是最有钱的神仙了。那你赶紧带着你的钱去救你人家的老爸爸。我没钱。什么？你没钱？那天底下还有哪里有有钱人啊？我可以变金变银出来，但是不能在人间使用，这是触犯天条的。哼，那你这个神仙有鬼用啊？还说那美英幸福了。不过我可以让带了我后发财的老板给我钱，他们不给我钱，就会立马变成穷光蛋。而且我武功高强，可以保护好美英。哇塞，武功高强的神仙财神爷。没事吧？还神仙呢？武功高强的财神大爷，怎么被我这一脚就受不了了？谁想到你会偷袭的来一脚啊？神仙打架要提前准备的啦。算了，我们走吧，去找个土豪老板拿钱去。土豪老板？
去哪里找？赵国民，你还是先别回来吧，不然一会出去的话，我真怕人家把你当神经病。走，我带你们去找董豪去。这楼上天域公司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。哎，我听说天域公司是世界10强的大公司，资产至少有上万亿，老板好像就是姓汪。菲菲，怎么之前一直没听你说过呀？哦，美英，他是我闪电班短暂的前男友，所以没有告诉过你。哇，菲菲，你好厉害啊！他姓汪，名八。汪八，王八，这个名字起得好。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准备上去见一下汪总。汪总是你们几个穷屌丝想见就能见的吗？赶紧离开这里！哎，你这个保安什么态度？怎么就随便骂人了呢？我就这个态度，再不走我打到你们滚蛋！看你是想找死！不要！这个保安这么嚣张，为什么阻止我灭了他？他毕竟是汪总公司的保安，我们一来就把人给杀了，还怎么找他帮忙啊？原来你们是来找汪总借钱的哟！几个穷鬼还想杀我！范尼玛，不知感恩，还胡说八道！放你们几个穷鬼上去，我这个工作还保得了吗？那你就上去，赶紧叫汪总下来见我。我叫赵公明。好大的口气，叫汪总下来见你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那你就告诉汪总，他就是财神。你们过来借钱，还说他是财神？我刚刚看到他一瘸一拐的，怎么不说他是铁拐李？我真的是财神，赶紧去告诉汪总就行了。你当我是傻子啊？你是财神，那我还是玉皇大帝了。我看你就是个傻子。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可以插到你的脖子？算了，那还是我自己带下来吧。王八，叔叔下楼见我。谁在说话？是我，是财神爷您啊！你说呢？财神爷，我马上下楼拜见您。我就还不信汪总会下来拜见你。很快，你就得向我下跪。哎，王总，啊，我的财神爷在哪里？汪总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菲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们几个说过来找你拿钱，我看他们就是过来闹事的。别乱讲话。菲菲，你真的回心转意来找我了？汪总，我才让人来见你的，是他要找你。你找我何事？你为什么下楼的？仔细看我。王八拜见财神。没事，都起来吧。财神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。我想你那里出部分资金，我要挽救赵氏集团。没问题，这是我的万亿至尊黑卡。万亿黑卡，这就是万亿黑卡。是的，全世界不会超过3张。你有心了，卡你先收起来，让美英和菲菲同你一起操作，注资到赵氏集团，激活抬高赵氏集团的股票。好的，财神爷，一切听你吩咐。还有啊，我看得出来，菲菲对你是有爱的，你对她也有爱意吧？我爱他？哼，我才不爱他了。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在我想你的时候，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。菲菲，你就原谅汪总吧，不要嘴硬了。汪总，你以后对菲菲要好一点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喂，公明，我想你了。喂，你哪位啊？公明，你这么快就忘记我声音了？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要你来老地方接我。你怎么逃回来了？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。你必须来，难道你不想救你老爸了吗？还有很多事情你不想知道吗？那好吧，你等我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谁给你打电话？没什么，你和菲菲先处理好录制的事情吧，我继续就回来。公明，你来的倒是挺快嘛，证明你心里还有我。刘爱婷，你少来这一套，赶紧交代你知道的事。哎呦，公明，你急什么呀？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。你少来这一套，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？你这么凶干嘛？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？你这个恶心的你，我看见你就作呕。好你个赵公明，既然你这么狠心，你信不信我打个电话就能让你爸马上死掉？我看你是想死。你再不说你知道的事，我就杀了你！松开你的手！你想知道什么？害我赵家的幕后黑手是谁？那你去问丁子富啊。他也逃回来了。
是谁救了他们？是丁子赋上面的大人物。告诉我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是你赵家惹不起的存在。既然是我赵家惹不起的存在，为何躲在暗处，像藏头露尾的老鼠一样？他们的势力遍布海内外，迟早他们会找到你，杀了你。杀我？哼！我告诉你，在人世间还没有人能杀得了我。你太知道了，殊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我就是人上人，天外天。你少吹了，别人不清楚，我还能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我懒得跟你废话了，赶紧说，钉子户上面的大人物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他叫杨柳金。杨柳金是美英的前男友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他可是岛国德川家族的掌门人，德川浪人的大公子。那他怎么叫杨柳金？他的真名叫德川柳金。杨柳金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付出代价，那也得看你能不能走出这个门。赵公明，你不是很牛吗？很厉害吗？那也躲不过我的迷魂一支香。真卑鄙，又给我下药！我想方设法要跟你在一起，你不爱我就算了，还对我这么狠心，竟然还要送我去大西北种地。那是你吃少了，你不清楚你做的坏事吗？是，我是坏女人，现在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对你这样的女人真无语。我现在想亲你就亲你，想杀你就杀你。你这个无耻的女人！你先求我啊，说不定我还会给你解药。你既然还骂我无耻，那个苏美银在我面前抢走你，她就不无耻吗？她是善良的，你是恶毒的，与其怎能堪比？我当初也是真心爱你的，还不是你跟他给逼的。那你是疯了，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好坏。赵公明，我得不到的我就毁掉。疯起来，那你就杀死我！你以为我不敢？我就看着你杀。我就这样杀了你，岂不是便宜了你？我要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痛苦，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你会后悔的。后悔的是你。我要你看着你的老爸被杀，看着你的苏美银被杀，让你的亲人爱人一个个的死去，让你痛不欲生。这个邪恶的女人，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哼，我能有什么阴谋？我就想让你看着你的爱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刘爱婷，你醒醒吧，你的私欲太重了，放下不该属于你的爱，放下不应该有的仇恨，你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，难道不好吗？少在这里教训我，你还不是想要我放过你和你的家人？做梦！迷魂毒已解，杀了他不行，我乃财神，还是以慈悲之心感化他。刘爱婷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人都有错误的时候，好好改过自新，开启属于你的未来吧。我新的未来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和你的家人都快死啦！现在你在这里跟我假仁假义，是想要我放过你吗？做梦！我看谁在做梦？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现在怕了吧？你解除了迷魂毒，你真的学了法术？算了，告诉你吧，我是财神。财神？神仙？是的，神仙。我看你是拼命解毒解傻了吧？我让你清醒清醒，我不杀你，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公明，这样你不杀我，那就重新爱我吧。不可以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赵公明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林子富，你来的正好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我还有一些问题要你回答。要我回答你的问题？别想了，我今天是来要你的命的。你觉得就凭你就能要我的命吗？我知道你有点法术，上次是我大意倒霉，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。你背了什么？尽管拿出来。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这个是岛国神境高手德川浪人送给我的破法神珠，可以破除一切法术。富哥这么厉害，来吧，打死我！我看你是找死！今天我送你上西天！不要杀他！放开！你们俩狼狈为奸，都得死！公明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是我的错，都怪我失去你之后丧失了理智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既然你们还串通倭寇来害我赵家，我知道我们罪该万死，被私欲蒙蔽了心智。你也知道你们罪该万死，那就受死吧！不要！我告诉你，岛国德川还有更大的阴谋。
你现在不说，你现在就得死。反正就得死，你动手吧。公明，我告诉你，你放过我和富哥吧，我跟他去非洲，永不出现在你眼前。那说吧，我答应放过你们。别相信他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相信你，请你不要食言。说吧，我赵公明绝不食言。告诉他吧。德川家一直在打探我们华夏的商业机密，目的就是灭掉他们所有的家族，占领他们的资源市场。也行。他们下手的第一对象就是门赵家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们是在做梦。你老爸和李家高管被关在神盾局，德川家阴谋一旦得逞，就会马上杀了他们。德川家族是永远得逞不了的，因为我是财神。你真是财神！我是财神下凡，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拜祭财神，财神，拜祭财神，财神！好了，看在你们良心未泯，就给你们最后一次做人的机会，你们走吧。请问你是赵公明赵总吗？是，我就是。这是我们万国银行蔡董事长收到你的信息后，立马安排我给你送来的无限额度金卡。你回去告诉蔡总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岛国股市。收到，小德先告退。什么？杨柳基？杨柳基，你放开美玉！放开他！我等他好，怎么了？你敢？赵国明不会放过你的。哈哈，我怕他，他说了什么东西？杨柳基，你个畜生！你会为你行为付出代价的！你赶紧放开他！你受伤了？我没大，可能右脚崴了一下。美英呢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在黑衣公司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美英想着你忙完事就回来找她，担心你饿着，就出来逛街，给你买点小吃备着。美英她，没想到那个杀青刀的杨柳基突然出现，防着了美英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美英。别哭了，会救她的。就是我不好。菲菲，你拿着在无限金港回去天翼公司，告诉汪总，加大力度收购和灭掉岛国在华夏的所有企业。无限金卡？是的，你去吧。金儿，这几年你在华夏做卧底，辛苦你了。我们德川家族能打下这么大的天下，你的功劳，父亲都看在眼里。这一切是父亲大人你安排的好。明天华夏全部都是我的了。明天就是你赵公明全家的死期。父亲，明天我要杀了赵公明的亲人，在这么大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人啊，有着我们德川家族心狠手辣的血统。不过我们还是要防着点。我听说赵公明好像会妖法，还说自己是什么神仙。不管他是什么神，到我这里都要死啦死啦的。父亲说对，我们德川家族富可敌国，高手多世如云，好男人必死。那个苏美英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那苏美英不过是当初我在华夏利用的一枚棋子，本想他听话就让他活着，为我们德川家效力。可是他不听话，你想明天一起把他杀了吗？是的，父亲。但他不但不听，还怀上了赵公明的孩子。够了！我看他还有几分姿色，就留着吧。留着？难道父亲你想尝试一口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我们岛国的新自由，你忘了吗？不是，只是这个苏美英怀的是赵公明的种。那明天过后把他打掉不就行了吗？先养着做我的侍女就可以了。有请听从父亲的安排。打电话给赵公明，让他来仓库来救他的人。为什么要去他的仓库？那里是两人两阳之地。两阴两阳？你不是怀疑他会妖术或者神仙吗？是的。那我们的高手宗师就不是他的对手了。那愿明天我们几步上不了的。金儿，这几年你父亲我的功力已突破神境了，父亲也可算是神仙了。恭喜父亲！如果赵公明是妖，自然不是我的对手。但是他真的是神仙，我就不一定斗过他了。
你也是神经，难道还怕他？目前我刚突破神境，还只能算半个神仙，所以要找两阴两阳之地，才能灭了赵公明。原来是这样，还是父亲老谋深算。卡比，明天我们站在两阴之地，赵公明一旦踏入，什么身法都使不出来。而我这个半仙的法力是不受两地影响的，在阴里相反的法力更强了。那他不跨入两阴之境呢？放心，明天我会安排一传4大护法，他如果过了他们的关，才能完到仓库。父亲启禀，姜还是老的啦。儿啊，明天你就负责接他、侧接他跨入两阴之地。啊，那个苏美英放在哪？就放在旁边房间。啊，yes， 这花姑娘漂亮漂亮。杨柳金，你是个禽兽，你不得好死！哈哈，请将我得寸柳金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真儿，给赵公明打电话。两个倭寇，不得好死！喂，赵公明，如果你想救人的话，你就到你老爸的仓库。公明，他们是有陷阱！苏北英，苏北英，杨柳金，你要是敢伤害他，你明天看不到后天的太阳。赵姐姐、赵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赵总，你记忆不好了。你还记得30年前长安城挖狗，你记得吗？是你，是我，还得谢谢你当时放我一马。30多年前，一群倭寇到我华夏来盗宝，我们全部歼灭了，就放走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。没错，那个小孩就是我，登川浪人，还得谢谢你当年放我一马。30年前是看到你是一个小孩子才放过你，希望你好好做人，没有想到。我现在就在好好做人，所以才有现在的实力。我要整个华夏臣服于我。真后悔当时心软，放过你这个小倭寇。后悔也没有用了，你们在我手上，我不会放过你这个老东西的。你想征服我们华夏，你是白日做梦。呸！你们都这样了，嘴巴还逞强。是啊，你这个糟老头，等一会儿我就送你上七军。你们这些倭寇不是人，连畜生都不如。爸的！爸！下毒！爸，别理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公明快来救我们吧！没救了，真香啊！花姑娘，以后有你舒服的。畜生，为什么他？李飞，杨柳金，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！苏美英，他只不过是盗下了一条狗，你也心动啊？呸！你们这些人会遭报应的。哈哈，报应！今天是你们的报应！你以为赵公明来了，还能活得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赵公明就是财神，待会他来了，你们都得死。他是财神，财神，很好很好。今天在这两阴两阳之地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我看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还嘴强！等一下看赵公明是怎么被打败的。呸！你是赵公明？是我。你们让开！拉你的有本事才能过得去。你们找死！苏美英，如果你听话的话，我还可以放过你。花姑娘，我今儿说的对，如果你好好听话，我会让你做我的侍女。你们想的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那可由不得你，到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伺候我们的。嘿，你这个老不死的倭寇！您这花姑娘怎这么倔强？
我喜欢。你这个老倭寇，不得好死！你嘴再这么贱，我让他们先去死。你敢？等公民来了，会让你们灰飞烟灭的。孙美，我们是没有什么不敢的，整个华夏都是我们的了，是我的伤，你我主啊！今日说的对，花姑娘，还是从了我们吧，我会让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才不会跟你们狼狈为奸呢！好，不要！住手！你还真敢来呀！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今天我就要消灭你们父子俩！就凭你一个人，痴心妄想，我们德川家族不是那么好丢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德川家族，包括你们在岛国所有的产业，都已经倒闭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难道你们没有收到消息吗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一夜之间，我们岛国就没有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是财神，我可以让人发财，也可以让人破产。既然你能做成这样，但是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。这是2斤2两之地，你的功力怎么如此的厉害？你懂个屁呀！我乃10万年的财神爷，你一个小小的神境宗师，找死！美英，公明，你们没事吧？爸，李飞，我这几10年的古董全被抢劫一空了。爸，没事的。爸，请喝茶。看小狗在